偷看消防员小哥哥们训练，被当场抓包。闺蜜麻溜跑人，头卡进了铁门。小哥哥们将我包围，为了避免社死，我硬着头皮看向消防队长前男友：“亲爱的，训练累不累？”他挑眉：“你谁？”我。大学毕业不过1年，我跟我妈就从相亲相爱变成了两看两相厌。原因很简单，他催婚，我单身。为了维系我们岌岌可危的母女情，我果断租房子搬了出去。我就租住在闺蜜租的房子对面。搬家第1天，闺蜜陈琦就神神秘秘地对我说：“走，我带你去看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去了你就知道了。她带着我走出小区，绕过一个小巷子，来到一处空旷的地方。然后她扒开边上的草丛，趴在生锈的铁门上，对着我招了招手：“快来看！”我疑惑地走到她身边，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顿时看直了眼。只见隔着铁门的里面，10几个帅气的消防员小哥哥围着操场跑步，他们光着膀子，个个身材健硕，特别是为首的男人，刺眼的阳光下，他蜜色的肌肤仿若泛着光，性感迷人。咕咚，我忍不住咽了咽口水，视线顺着他的好身材往上，在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吓了一跳。这不是我的前男友周慈吗？我跟他大学相恋，毕业后分道扬镳。他长得帅气，性情高傲，是典型的富二代。本以为他毕业后会回家继承家业，没想到竟然成了消防员。不知是不是我的目光太过灼热，他忽然看了过来，脚步微顿后改变了跑步路线，朝我跑来。快跑！被发现了，闺蜜瞬间反应过来，麻溜跑路。我也准备跑，然而我一动，脖子就一痛。这才发现刚才看得太痴迷，脖子伸得老长，不知道怎么就伸进了铁门。琪琪，救我！我呼喊闺蜜，像是没听到我的求救，她的脚步一点也没停。这个死没良心的！我一边在心里骂她，一边将头左歪右歪，试图找到一个角度解救我自己。以周慈为首的消防员小哥哥们很快将我包围，他们看着撅着屁股被铁门困住的我，笑得开怀。当然，这里面不包括周慈。周慈站在我的左手边，俊脸上没有表情，看不出喜怒，像是被他的气势震慑。其他小哥哥们都跟他保持安全距离，站在我右手边。小姐姐，你在看什么呢？有小哥哥问道。我老脸一红，能看什么？当然是看帅哥。不过心里的话我当然不可能说出来。为了避免社死，我看向周慈：“亲爱的，我就是来看看你训练累不累，目标是一个，总比目标是一群要来的好一些。”队长，她是你女朋友啊？哇塞，队长女朋友好漂亮，还以为我要脱单了，结果被队长捷足先登了。呜呜，没想到周慈1年时间就混成了队长，不愧是我曾经看上的男人。6，小哥哥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打趣，周慈却始终不吭声，怕谎言被戳穿会更社死。我在其他小哥哥们看不到的角度对周慈做口型，看在我们是前任的关系，行行好，帮我撒个谎吧，拜托拜托。我可怜巴巴地看着周慈，以前他最受不了的就是我撒娇。果不其然，他深沉无波的眸中多了一丝动容，不过瞬间又恢复如常。在我期待的目光中，他的薄唇轻启：“你谁？”我。嗨，小姐姐，我们队长说不认识你，难不成是你一厢情愿？追我们队长的很多，你压力有点大哦。嗨，还以为队长这么高冷的人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原来是我想多了。周慈直接装不认识我，我是真没想到，这厮比我想的还要冷酷，在这么多帅气的小哥哥们面前丢脸了，我恨不得将头扎进地里。那个，能不能先把我救出去？我弱弱开口。小哥哥们这才反应过来我还被困着，他们快速拿来钳子，剪开铁门。得到自由的我转身就跑，毕竟多待1秒就多丢1秒的人。然而我还没跑出几步，就被攥住了命运的后脖梗。男人一把抓住我的后衣领，开口时的声音磁性好听，却冷漠，弄坏了铁门，得赔。我用最快的速度掏出500元塞到周慈手里，他的手却还是没松。偷看的行为是不对的，写2000字的检讨才能走。我算是明白了，这厮分明就是公报私仇。怒火在此时喷涌而出，我不动声色地掐了一把大腿，顿时我的眼中含了泪，用控诉的眼神看向周慈：“亲爱的，我知道你厌烦我了，但是我怀了你的孩子。”我的话出口，现场的气氛静了。消防员小哥哥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周慈，周慈的脸色黑了黑，但是抓着我的手依然没松，大有跟我死磕到底的意思。对，队长，这个小姐姐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要是真的，你可要为小姐姐和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呀。虽然你是队长，但是要是你做事情不负责的话，我是不会服气的。小哥哥们的话让周慈的脸黑成了锅底，他磨了磨牙，都是成年人了，一点判断能力都没有吗？小哥哥们看了看一脸正气的周慈，有点犹豫。
他们又看向我，我连忙再次憋出泪水。原本动摇的小哥哥们再次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我。有小哥哥要为我说话，周子赶在他们之前吹响口哨，全体注意，5000米，开始。是，小哥哥们异口同声，全都回到操场跑步去了。现场只剩下了我跟周慈，还有一个悠哉背着手走过来的大叔。大叔拍了拍周慈的肩膀：“阿慈啊，工作虽然重要，但是家务事也要解决好。你也老大不小了，既然孩子都有了，婚事也该提上日程了。”他俨然是周慈的领导，就算误会了，周慈也不能让他也去跑5000米，只能默认。这样吧，下午给你放半天假，要好好休息。说完后，大叔又悠哉地走了。现场的气氛静了一瞬，周慈提溜着我往消防队里面走去。你带我去哪儿？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写检讨的。他没有搭理我，一直带我到等候厅，才松开我，老老实实在这里等着，我去换衣服。你换衣服干嘛？他扫了一眼我平坦的小腹，咬牙切齿地开口：“当然是陪你和孩子啊。”我又不傻，当然不可能原地等他。等他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中，我立马跑路，顺着原路返回。在跑5000米的小哥哥们的注视中，从破了个大洞的铁门钻出去，一口气跑到来时的巷子，看到等待我的陈琦，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苏苏，你没事吧？闺蜜陈琦给我顺的气。我没好气地拍开她的手，现在知道关心我了。刚才跑的可是比兔子还快，她心虚地缩了缩脖子。哎呀，我刚才就是太紧张了，我保证，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肯定不会丢下你一个人跑的。她拉着我的胳膊撒娇，苏苏，我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吗？到底扛不住她撒娇，我态度松软，看在你人婆态度良好的份上，这次我就原谅你了。苏苏你真好，她撅着嘴做事要亲我，我嫌恶地去挡。洗脑间，她忽然停下动作，皱眉看向前方。我顺着她指示的方向看过去，就见身形修长的男人站在巷子的尽头。他逆着光，面容有些看不清，我却一眼就认出那人是周慈，顿时心里咯噔了一下。他来这里做什么？该不会是来堵我的吧？我心里有些慌，面上却故作镇定，跟陈琦继续向前。随着距离逐渐拉近，陈琦也看清了周慈的脸。这不是消防队长吗？陈琦看了看周慈，又看了看我。苏苏，我怎么感觉他是冲着你来的？我也是这样感觉的，谢谢。我皮笑肉不笑地回道。实在是周慈看我的眼神太过灼热，想不注意到都难。要命，这个消防队长心眼这么小的吗？陈琦小声吐槽。我内心有没有可能他心眼这么小是因为我是他前任？巷子很窄，勉强可以让我跟陈琦并排前行。周慈站在正中央，正好将巷子堵住。麻烦让一让，我对着周慈说道。他站在原地未动，气氛僵持。陈琦在此时松开挽着我胳膊的手，对周慈说道：“那个队长，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我就先走了。”闻言，周慈略微侧过身子。在我震惊的目光中，陈琦再一次迈队友跑路。等我也准备冲过去的时候，周慈又挡住了出口。周慈，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能干什么？他露出标志性的假笑，当然是怕你走路摔倒伤了我的孩子，所以来送你回家。你对上周慈带着挑衅的目光，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既然如此，那辛苦你了。应该做的不辛苦。我恨恨地磨了磨牙，问你现在是不是可以让开了？当然。我跟周慈一前一后地走着，感受到他亦步亦趋的脚步，我恨恨地磨了磨牙。喜欢跟是吗？我倒是要看看你能跟多久。周慈比我想的还要有毅力，一直走到我租的房子门口，他都没有离开的意思。站在门口，我深吸了一口气，看向周慈，我好心提醒你，进了我家会发生什么，就不是你能说的算了。这是自然。他一脸无畏，我只能掏出钥匙，钥匙刚插进门里，还没来得及转动，门就从里面被打开。你回来了，看看我给你添的东西怎么样？我妈说着就准备进屋。看到周慈的时候，他的脚步一顿，这位是我的心里一个咯噔。虽说平常在家里他看我心烦，但是我要搬出来，他又舍不得。为了表达他对我的全母爱，他给我买了一堆东西，说晚点给我送过来。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所谓的晚点是现在，还跟周慈撞了正着。他是我朋友。我的话还没说完，周慈就上前一步，揽住我的肩膀，对着我妈说道：“阿姨你好，我是苏苏肚子里孩子的爸爸。”不单单是我妈，就连我都被周慈的话震得外焦里嫩，半晌都回不过神。这厮是不是疯了？为了跟我作对，竟然把玩笑开到我妈这里了。眼见着我妈的脸色巨变，我连忙开口解释道：“妈，他只是我朋友。”话未说完，我妈的脸上忽然扬起大大的笑容。起开，她用肩膀把我撞开，眼冒金光地看向周慈：“哎呀，原来是女婿呀！”
久仰久仰。说着，他把周慈拉进去，殷勤地给他端茶递水切水果。谢谢阿姨。不用谢，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见周慈抿了口茶，我妈问道：“那个小周啊，你看你跟我们家苏苏孩子都有了，什么时候结婚啊？”阿姨，见事情逐渐朝离谱的方向发展，我连忙冲进去，把我妈拉出来。妈，我之前一直住在家里，1个星期前大姨妈才走，我怀没怀孕，你心里没数吗？闻言，我妈一怔，显然也想到了之前她骂骂咧咧的下楼给我买姨妈巾的事情了。本以为离谱的话题终于要终止，没想到我妈不赞同的看着我，就算现在没怀孕，以后不能怀吗？小周长得那么帅，看穿着打扮和气质，家庭条件应该也不错。你可要好好把握呀！给了我一个期许的眼神。我妈回客厅拿起包包，麻溜走人。临走前，我妈将我推进屋，贴心地关上门。砰！我跟周慈大眼瞪小眼，看着我懵逼的样子，周慈忍俊不禁。捕捉到他眼里的笑，我回过神来，气不打一处来。前任啊前任，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我走到周慈面前，将他按倒在沙发上，嘴角勾起不怀好意的笑。既然你是我肚子里的孩子的爸爸，那么不管我想对你做什么，都是可以的吧？我故意扫了他的领口几眼，目的不言而喻。男人挑了挑眉，一脸的有恃无恐。你想对我做什么？他越是无懈可击，我就越是气愤。我逐渐拉近两人之间的距离，眼见着红唇就要附上他的薄唇，他却依然毫无反应。咬了咬牙，我直接亲了上去。短暂的触碰让我的心头一颤，我连忙后退，男人却在此时扣住我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个吻。周慈的吻霸道且炙热，我不受控地沉迷其中，却在此时就像是大梦初醒，男人陡然推开我，然后起身，头也不回地离开。砰！关门声剧烈，震得我的头脑清醒了不少，有些害羞，也有些气愤。就算是吃亏，也是我吃亏好吗？他生那么大气做什么？还一副被我欺负了的样子。切，谁稀罕？愤愤地擦了擦红唇，我倒了杯水，一饮而尽。躁动的心逐渐冷却。闺蜜陈琦的声音在此时从外面传来：“苏苏，你在家吗？给我开门呀！”想到她刚才2次卖队友，我就懒得搭理她。我刚才都听到你这边的动静了，你别装不在家，我才没那么好骗呢。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再原谅我这一回吗？见我铁了心不理她，门外安静了。半个小时后，我准备睡一会儿的时候，陈琦的声音再次响起：“苏苏，我买了奶茶、炸鸡和一堆垃圾零食，你要是再不开门的话，我就把这些拿回自己家吃了。”我闻言，我顿时鲤鱼打挺般的从沙发上弹起来，给陈琦开门。拿过他手里的大包小包，我就准备关门。谁知他像是预料到我的做法，从门缝挤了进来。消消气，消消气，插上吸管，他递给我一杯奶茶。我白了他一眼。等到吃饱喝足，他才试探性地开口问道：“苏苏，那个消防队队长跟你是什么关系啊？”“普通朋友关系。”“切，忽悠谁呢？我刚才分明听他说他是你肚子里孩子的，我额头上青筋直跳。他是我前男友，大学里认识的，毕业后我们就和平分手了。”“这样啊。”他了然地点了点头，转而嘟囔道：“可是看他对你的态度，怎么也不像是和平分手啊？总觉得他还因为分手的事情记恨着你呢。”陈琦说出了我心中所想。只是周慈有什么好记恨我的？我的思绪不受控地飘远，回到3年前。周慈一直是学校的风云人物，高高帅帅还有钱，对比起来，我就显得普通得多。之所以认识，是因为我匿名发在学校表白墙上的帖子被表白墙的管理员报了真实信息。我表白的是周慈，管理员也喜欢周慈。这件事情一度占据学校论坛首页的热门。从那时候开始，周慈就多次出现在我的视野，然后我们就顺理成章地在一起了。直到临近毕业的时候，周慈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变得忙碌，觉得受到冷落的我决定去找他掰扯掰扯，却正好看到他跟校花林雪在一起，两人相处的甜甜蜜蜜的。我这才知道，原来他所谓的忙是有了新目标。我能怎么办？当然是选择成全。我直接跟他说了分手，然后把他拉黑。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还有脸来找我。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太狼狈，我随手从路边拉过一个小哥哥，用来充当我新男朋友。周慈成功被气走，并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眼前过。所以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不管怎么看，都是他先对不起我的。我没怪他就算了，现在他反倒怪上我，就离谱。不过话说回来，事实证明，年轻的时候不要遇到太惊艳的人，不然可能会住孤生。毕业后急于抱上大胖外孙的我妈，不顾我的阻止，给我介绍了很多个相亲对象。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帅的丑的，什么类型的都有，但是跟周慈一比，总觉得逊色了一些。我这边感情路不顺，陈琦那边却开了桃花。这天一大早，他正在画图做一些兼职。
陈奇已经敲响了我的门，他打扮精致，满脸害羞，跟他平常大大咧咧的样子截然不同。苏苏，那个，今天我有一场约会，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啊？你约会我陪你去做什么？当电灯泡吗？就第一次嘛，我害羞，你给我壮壮胆嘛。他扭扭捏捏的样子实在兴起，我笑着应道：行。我没有化妆，穿上日常穿的衣服，就跟他一起出发了。抵达餐厅的时候，陈奇的约会对象已经到了，也带来了一个朋友。你好，我叫徐浩，是琪琪的男朋友。徐浩腼腆开口，陈奇更是脸色爆红，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徐浩旁边的男人接着介绍道：你好，我是徐浩的朋友杜明泽。你好，我是琪琪的闺蜜白苏苏。互相打完招呼后，我们便落座了。徐浩将菜单递给我们，你看你们想吃什么，尽管点。陈奇不好意思，就让我点。点完菜，我看了看徐浩，凑到陈奇的耳边小声问道：我怎么觉得他长得有点眼熟？陈奇羞得根本说不出话。还是徐浩不好意思地提醒道：那个，昨天我们见过的。昨天我们什么时候见过？说着说着，我的话卡了卡。昨天我除了见到陈奇、周慈和我妈，见过的就只有那一堆消防员小哥哥了。意识到这一点，我看徐浩的脸越看越眼熟。这不是昨天拿铁钳剪开铁门救我出来的小哥哥吗？怪不得昨天去拿铁钳的小哥哥们中，他跑得最快，合着是有这一层的交情在呀。捋清了前因后果，我拧住陈奇的耳朵：好啊，原来你跑到那里是为了偷看他。我错了。陈奇跟我连连求饶。一番打闹，他放松了不少，不似之前那样紧张。我看向对面的杜明泽，我看你也挺眼熟的，你也是消防队的，至于是哪个小哥哥，我目前还没对上号。杜明泽却摇了摇头：不是，我是你学弟。学弟？我有些懵。就是之前跟你有一面之缘的那个。脑海中火光四射，我猛拍大腿，我想起来了，原来是你，这不就是当初我随手从路边拉过来用来气周慈的那个学弟吗？谢谢你啊，学弟。谢谢的话，学姐当年就说了。见我跟杜明泽认识，陈奇的眼中多了八卦的气息。你们两个，他的目光暧昧，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没好气的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了。徐浩恍然大悟，所以你真的是我们队长的前女友？那你的肚子里没孩子，坑他的。原来是这样，敢坑我们队长，苏苏姐，你真厉害。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你们队长很厉害吗？那可不，一提到周慈，徐浩就有些畏惧。我们队长可是出了名的冷面阎王。我刚竖起耳朵准备好好听，徐浩忽然停下来了。快说啊！我忍不住催促，快说说他有多么的阴险狡诈、雷厉风行、冷酷无情。随着我的话继续，徐浩的眼睛都快抽筋了。我关心地问道：你眼睛怎么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见我实在不开窍，他认命地对着我身后说道：队长。我一惊，回过头就见周慈黑着脸站在我身后，说人坏话被当事人揪住，还有比这更社死的事情吗？我僵硬地转过头对上周慈的黑脸，他磨了磨牙：谢谢你对我的评价。不客气。他还想说些什么，手机铃声在此时响起。接了电话的周慈走出餐厅，在进来的时候，他扶着一个孕妇。再看到孕妇的脸，虽然有些发福，但是我还是认出来，那个孕妇竟然是之前的校花林雪，正是周慈劈腿的那个。好家伙，现在看来，大学毕业后，周慈火速跟林雪结婚，并且两人有了孩子，真是个十足式的渣男。老婆肚子那么大，看样子都快要生了。他昨天竟然还跟着我去我家，在我妈面前说那种话，还吻我。不行，我得揭穿这个渣男的真面目。可是要是直接揭穿的话，林雪会不会受到刺激？孕妇的情绪不能大起大落，我不能说得太直白。接下来桌上的聊天我没怎么听进去，满脑子都是怎么提醒林雪。终于我想到了方法，我叫来服务员，点了一堆菜给那桌送去，就说是我请的。好的，然后我就观察着那桌的动静，一堆炒青菜全都是绿色的，这提醒够明显吧？然而林雪一点也没看出来，吃得很开心，像是为了气我，周慈还给林雪夹了几筷子菜。好气，不能让渣男这么放肆。等周慈去洗手间的时候，我连忙跑到他那桌，还没来得及开口提醒，林雪的眼前就是一亮：是你呀！她欣喜的反应让我一怔，觉得怪怪的。我跟她好像不熟，看到我没必要这么开心吧？不过都是同学，这种反应也许是正常的。时间紧迫，我没多想。那个林雪，你最近有没有发现周慈有什么不对劲？按照周慈目前的渣男程度来看，林雪怀孕期间，她肯定耐不住寂寞，还勾搭了别的女人。闻言，林雪认真思索了一下，回答道：没有啊，没想到周慈还挺会伪装。考虑到周慈随时会回来，我只能明示，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周慈是个渣男？啊，林雪有些懵。
就是你看周慈他，我不能直白的跟林雪说周慈昨天跟我有了亲密举动，只能跟他分析周慈的渣男属性。你看周慈长得那么帅，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追他的女生都那么多，出社会了只会更多。再者，他要是没给别人一些暗示，别人会那么对他死心塌地吗？所以林雪疑惑地看着我，所以我觉得周慈是个渣男。林雪还没来得及反应，周慈的声音就在我身后炸开，你说谁是渣男？我浑身一僵，救命啊！说人坏话2次被抓包，要命了！不用回头我都知道站在身后的周慈脸色有多难看。却在此时，林雪看向周慈，开口问道：哥，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前女友吧？什么哥？什么心心念念？我有些懵逼，偏偏周慈低低的应了一声，有什么东西在我脑海中炸开，让我不知所措。所以林雪是周慈的妹妹？当初是我误会了周慈跟林雪的关系，所以随手拉了学弟杜明泽过来气周慈。我以为他出轨，他以为我出轨，导致我们2人就这样分道扬镳。忽然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周慈，我小跑着回到我所在的桌子。接下来无事发生，直到饭后，陈琦跟许浩率先你侬我侬的离开，将我托付给了杜明泽。杜明泽看向我，学姐，我们加个微信吧。好，我掏出手机，还没来得及扫杜明泽的微信码，一只骨节分明的手陡然伸出，拿过我的手机，是周慈。他拧眉看向杜明泽，你跟他不熟？说这话的时候，他周身散发出一种与生俱来的气势。原本还正常的杜明泽忽然拘谨，学长，我跟学姐今天是第2次见面。那1年前是学姐随手从路边把我拉过来，让我气你的。竟然是这样。周慈看向我，眸色深深，我眸光闪躲，不敢看他的眼睛。看来他也反应过来，当初是一场误会了。既然如此，那就加我微信吧，以后有事情找你学姐就给我发微信。真的可以吗？学长，你可是我偶像。杜明泽顿时星星眼，在学校的时候我看过你打球，可帅了。我看着杜明泽的反应，只觉得风中凌乱。加上微信，周慈开口，既然如此，你先走吧，你学姐我来送。好嘞。杜明泽走得很快，一句挽留都没有。哎，等一下，我挽留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无奈，我只能讪讪地收回手。哥，司机来了，我也先走了。林雪说着往外走去。周慈忙去扶他，我也跟了出去。等林雪坐上车，他才看向我，气氛有些诡异。我没话找话，林雪是你妹妹？一个爹一个妈生的，不然呢？那你们怎么不同姓？我跟妈姓，他跟爸姓。原来是这样，气氛再次安静。周慈随手拦了辆的士，他打开车门让我先进去，一路沉默地抵达我家门口。我到家了，言外之意就是你可以走了。一向聪明的周慈却像是听不懂我的言外之意。我送你回来，进去喝杯茶不过分吧？好吧。一杯茶下肚，他还是半点没有要离开的意思。我正思考着该用什么理由把他赶走，砰砰敲门声响起。我打开房门，就见穿着搬家公司马甲的工作人员将几个大箱子推了进来。这是周慈适时开口解答我的疑惑，这是我的东西。他核对了一下箱子数量，在单子上签字。工作人员便拿着单子离开了。重新关上门，我气冲冲地看向周慈，你的东西你搬我家来干什么？你都怀了我的孩子了，我当然要贴身照顾你了。我一阵气闷，周慈，那只是我的气话，我根本没怀孕。没关系，他拿出手机，将屏幕对准我，你看，阿姨不久前还嘱咐我，让我赶紧把你拿下呢。我一看聊天记录，更是血气上涌。你什么时候加上我妈微信的？赶紧删掉。不要，他拒绝，我就去抢他的手机。他的个子很高，举起手机我根本够不着。咬了咬牙，我猛地往上一蹦，他的身子却顺势往沙发上一歪，而我也扑倒在了他身上。鼻翼相对，心跳陡然加速。在周慈的薄唇靠近的时候，我连忙撑着他的胸膛坐起身，回了卧室。百思不得其解的我选择睡觉。我是被饭菜的香味唤醒的，跟随着香味走出卧室，就见周慈系着围裙在厨房做饭。恍惚间，我想到以前在大学的时候，球场上那抹张扬的身影。不过是1年时间，当初那个阳光灿烂的少年已经成长得稳重成熟，乍一看还有几分家庭主妇的味道。在我失神的注视中，周慈将饭菜端上餐桌。吃吧，磁性的嗓音拉回我的思绪。我坐在餐桌前，本是试探性的尝一口，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一口气干了2大碗米饭。厉害呀，周慈，厨艺真不赖，吃撑了我毫不吝啬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他勾了勾唇，看在我厨艺不错的份上，是不是可以收留我了？收留你可以，中餐和晚餐你负责。
成交。本想着留下周辞可以不用天天点外卖，但是等晚上的时候，我发现了问题。我租的是一室一厅的单间，只有一个卧室。搬出一床被子放在沙发上，我看向周辞，你睡沙发。他抿了抿唇，没有说话。不说话我就当默认了，反正我是不可能睡沙发的。周辞要是不愿意走人就是了。撇了撇嘴，我早早的洗漱完毕，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卧室门在此时被打开，周辞走了进来。我也想睡床，不行，我双手打叉。这样行不行？他直接脱掉上衣，我顿时看直了眼，不能忍。几乎不带思考的，我起身，一把将周辞拽过来，按在身下。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周辞已经不在身边了。想到我昨晚竟然没有经住诱惑，把周辞吃干抹净，我就一阵懊恼。洗漱完毕后，我去了对面的陈奇家，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说给他听后，他竟然不觉得愤怒，反而满眼艳羡。周大队长那么帅，身材又好，你又不吃亏。也不知道我家浩浩什么时候能开窍，昨天牵手都是我主动的，这合理吗？闻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你不懂，当初虽然是因为误会跟周辞分手的，可现在即使误会解除了，也不代表着什么都不存在。我总觉得跟周辞的发展有些太快了，快到我无法确定他到底喜不喜欢我，也无法确定我到底对他有几分喜欢。我当然不懂，我只知道遇到了帅哥千万不要放过。我在陈奇家赖了一天，下午的时候，午休的我们被剧烈的敲门声吵醒。你去开门，你去。跟陈奇互相推了一会儿，他扭不过我，起身去开门。琪琪，快出来，隔壁失火了，是徐浩的身影。隔壁？那不是苏苏家吗？陈奇尖叫出声。两人的对话让我瞬间清醒。发生了什么？我家怎么就烧了？是了，我早上煮了鸡蛋，本打算一会儿回来吃，没想到在陈奇家一待就是一天。徐浩的声音还在继续，是，火势很大，你先下楼，我们负责营救苏苏姐。可是苏苏在我家呀，陈奇一脸懵逼地回道。我也在此时走了出来，看到我，徐浩先是一怔，而后他发红的眼睛有泪水涌出，他对着我家门口大喊，队长，苏苏姐不在家，你快出来呀！我这才发现，巨大的烟雾下，消防员们个个神情凝重，带着悲戚。意识到什么，我的声音发颤，周辞呢？徐浩再也忍不住，哽咽出声，队长，他进去救你了，火很大，按理说不该进去，但是他执意要进去救你。我看向对面我的家门，10几个灭火器对着喷，火势依然迅猛。周辞竟然为了我不顾生命危险，难以言喻的情感在此时喷薄而出，我哭着呼喊出声，周辞，我在这里，你快出来啊！消防员们也跟着喊，队长，苏苏姐不在家，你快出来！然而门口始终没有动静，这么大的火根本就出不来。一想到周辞很有可能因为救我，我的心脏就抽搐般的疼痛，竟然为了我连自己的性命都不顾了。也不知道是过于难受，还是烟雾让人窒息，我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眼前白茫茫的一片，鼻息间是浓烈的消毒水的味道。我在医院，周辞呢？我慌忙起身，陈奇跟我爸妈都在病床边，却没有看到周辞。他呢？我看向我爸妈和陈奇，他受伤了，在休养呢。放心，很快就好了。你骗人！那么大的火，他怎么可能会好？我哭着从病床上爬起来，不顾家人的阻拦，往外面跑去。一边跑一边哭着喊：“周辞，你在哪里？”始终没有回应。我的心也逐渐沉入谷底。周辞，你理理我好不好？就在我绝望之际，熟悉的声音从前方传来：“傻丫头，我在这里。”我慌忙抹掉眼泪看过去，就见走廊的尽头，周辞拄着拐杖看着我。他伤痕累累，俊脸上却艰难地扯出一抹笑。我飞奔上前，紧紧地将他抱住，想说些什么，可话到了嘴边，全都变成了呜咽。别哭，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跳楼了。虽然伤了腿，不过你放心，养几个月就能好。他越是安慰我，我哭得越是凶。你怎么那么傻？呜呜！他单手擦着我脸上的泪，不傻，因为是你，所以值得。掷地有声的话砸进我的心里。我将头埋在他的胸膛，哭得不能自已。我爸妈和陈奇在此时追了过来，徐浩也从周辞的病房走出来。苏苏姐，队长怕你担心，强撑着下床的，你们再这么抱下去，怕是他没事也得有事了。闻言，我脸颊一红，连忙扶着周辞回他的病床。准备走的时候，他却紧紧拉着我的手：“苏苏，以后再也不离开我好不好？”低头一酸，我重重点头：“好。”